大家好，我是柿子仔心。今天我们来做个低糖版的古早味橙香凤梨酱。这期本来打算做水果茶的，这个凤梨酱是它的基底。但是剪完视频发现太多东西需要分享了，估计大家看一半就会，所以决定把它单独拿出来做一期。为了达到凝胶效果，大部分果酱里边的水果与糖的比例为1:1。但是我今天配方里的糖量却不到50%，我是如何在不使用果胶粉的前提下做到的呢？视频后半部分告诉你答案。今天的内容分为2个部分：橙香凤梨酱的制作和相关知识卡片。在知识卡片的部分，会和大家分享菠萝与凤梨的区别，以及果酱的凝胶原理。如果你喜欢像这样学习美食制作的同时，再多了解些与其相关的人文、理论、营养等内容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视频定期更新。有问题大家可以随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那下面我们先从果酱的制作开始。这是配方。首先，我们将去皮凤梨切成4份，去掉中心部分，再切成小块。我喜欢吃起来有颗粒的感觉，所以没有切得特别碎。如果你喜欢非常细腻的，也可以直接用搅拌机来打成果泥。加入柠檬汁，加入20克糖，搅拌均匀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静置1个小时左右，让其出汁，这会节省之后的加热时间。腌好的凤梨用滤网滤出凤梨汁，这个凤梨汁非常好喝，可以直接喝掉。但是呢，这次我要留着，另有他用。下期做水果茶的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橙子洗净，用淡盐水泡10分钟左右，去除表面的果蜡，然后薄薄的把皮儿切下来。果皮内侧的这个白色经络部分呢是非常健康的，但是呢加热会发苦，所以我们要尽量把它去除干净，再切成细丝放到一旁备用。举个小碗，榨出橙汁儿。橙子里边的籽儿一定要去掉，而且要小心不要弄破，不然里面的苦味物质就会跑出来。把凤梨倒入不粘锅中，加入橙汁儿，加入橙皮屑，搅拌均匀，开中火加热3到5分钟。糖的部分，我先加了200克的黄冰糖，然后呢让它继续煮5到10分钟。冰糖和白糖的本质差别不大，但是呢食疗作用却非常多，所以我用它取代了部分的白砂糖。当汁液收干1半左右，再加入350克的麦芽糖。这个麦芽糖特别适合做果酱，它的抗老化作用和抗结晶性都可以延长果酱的保质期。我们炒到液体开始变得粘稠，水分基本蒸发掉就可以了。如果这个时候你检查一下温度，应该是在105°C左右。这个呢是大多数果酱里边的糖液的沸点，也是果酱的焦化温度。果酱在降温之后呢，还会变得更加浓稠，所以通常炒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我们趁热把它装进用高温消毒好的罐头瓶里。果酱的高温可以让它在冷却的时候降低罐内的压力，让密封封得更紧。然后我们盖上盖子，倒扣晾凉。这个倒扣的步骤可以让果酱完全覆盖在盖子的内部，同时消毒盖子和边缘，这样果酱就可以保鲜得更久。这个橙香凤梨果酱的用途非常多，我们可以早餐的时候抹面包，如果你方便买到 ricotta 奶酪，配着抹上一点，特别好吃。还可以拌酸奶、麦片，还有我下期要特别教给大家的水果茶。好了，我们的制作部分就到这里了，下面我们进入到知识卡片环节。首先，第一个问题，菠萝和凤梨是一样的吗？生物学上的答案是肯定的，两者是同一物种，同属于凤梨科，但是它们还是略有差别的。这个差别就和苹果中的红富士和黄元帅差不多。我们先从外观看一下。首先，凤梨的凹陷处是深绿色的，而菠萝是橙黄色。再有，凤梨的叶子是光滑的，而菠萝的叶子边缘长有细小的锯齿。还有凤梨切开之后呢，它这个针刺比较浅，而菠萝的果肉却布满针刺。这是一张详尽的对比图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下面我们来讲一下果酱的凝胶机理。在果酱的制作当中有3个物质特别重要：果胶、糖和酸。水果中呢都是含有果胶的，但是不同水果当中的果胶含量是不同的。我这次之所以加了橙子，除了口味上的考量，更重要的就是它的高果胶含量，这也是我们可以适当减少糖量的原因之一。
再有，对于果酱的凝胶化，有2个非常重要的工程：糖和酸。前者的高吸水性会竞争水分子，帮助聚合；后者可以稳定果胶，避免与水结合。所以橙子加入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里面有丰富的果酸。糖和酸的共同作用，保证了果酱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凝胶化，避免了长时间加热造成的风味物质损失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古早味橙香凤梨酱。我是柿子在信，非常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订阅。有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视频定期更新。我们下次再见了。